这是一起堪称完美的高智商谋杀案，凶手的作案手法相当老练，处理尸体的方式也像个心思缜密的连环杀人犯。可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作案，却在案发现场留下了2个幼稚且低级的破绽，这是他故意为之，还是不小心留下来的呢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警方接到报案，来到案发现场，在小树林发现了一具用塑料袋包裹着的女尸。经调查，死者双目发红，脖子处有非常明显的掐痕，并且死者的无名指也被凶手砍下带走。对此，负责此案的小美认为，这里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，因为附近没有发现任何血迹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死者或者是凶手的毛发。根据法医的检验，警方推断，死者被运到这里之后，又被凶手用螺丝刀胡乱捅了几下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紧接着，小美还发现尸体的不远处有一连串高档名牌鞋的鞋印，并且鞋印的尽头还有一滩呕吐物，这又是什么情况？凶手作案手法极其残忍，抛尸后补了几刀不说，还砍下一根死者的手指带回去做纪念。这么心理素质强大的凶手，为什么会做完这一切之后还跑去旁边吐了呢？对此，小美感到非常的疑惑不解。凶手杀人一气呵成，看起来就是惯犯所为，然而却在案发现场留下了2个低级的破绽，特别是呕吐物，只要经过简单的化验，就能立刻分析出结果。难道凶手不知道吗？随后画面转过，小美和助手来到死者的家中调查，结果发现这里有打斗痕迹，并且死者的卧室还有一连串沾满泥巴的脚印。看到这一幕，助手表示，这应该是凶手进来时踩到了门口花园的泥土。可小美看了一眼后，再次心生疑惑，这么干的天，小草都快要枯死了，怎么还会沾这么多泥土在脚上呢？正思考着，突然尸检结果出来了，上面显示被害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9点至10点之间。助手看了一眼地上的东西，说道，准确的说应该是9点26分。原来地上有一个破碎的钟表，上面就停留在这个时间。转眼间调查结束，小美和助手回到警局，检方在死者的尸体上发现了3根毛发，其中2根是某爆款地毯上面的绒毛，月销量几十万张，根本就查不了。剩下的最后1根呢，经法医检测，不是人毛，而是狒毛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疑点很多，但是都无从查起，只有现场的那个名牌鞋印是案件的突破口了。经调查，在这个偏远小镇，买得起这种鞋的人并不多。商家表示，这里只有1个人买过，那就是当地的富二代小帅。随后2人立刻找到了他，经过询问，富二代表示，他的鞋子早在1个月前就被偷了，当时他还上报了学校保卫处，校长都知道这件事。说完，助手问道，那么昨晚你在哪里，都干了些什么呢？小帅表示，昨天晚上他叫了很多同学来家里补习，从晚上的7点一直补到了凌晨的3点钟，同学们都能为他证明。在这期间，他9点多出去过一趟，但是15分钟后就回来了。他声称家里没东西吃，就出去取钱买了点吃的，银行那里有视频监控可以作证。经调查，小帅的鞋子的确在1个月前被偷了，并且案发当时银行的视频监控也证实了他的不在场证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明明小帅就是真正的凶手，他究竟是如何作案的？你能猜到吗？这是一部结局神反转的高智商犯罪神剧，不看到影片的最后一刻，你根本就猜不到故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。经调查，最大嫌疑人富二代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因此鞋印这条线索也就彻底断了。警方只好转头调查另外一个破绽，案发现场的呕吐物。随后经法医的检测，没想到这条线索还真成了破案的关键。法医在呕吐物中检测出了一种半消化状态的高级料理，并且这种料理在当地只有1家餐厅出售。紧接着，小美便来到餐厅调查，然而经理却说，昨天一整天富二代都没有来过餐厅，倒是有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7点半进入过店里，随后9点左右离开，跟案发时间非常的接近，并且昨天他点过一份那种高级料理。随后小美找到了经理所说的那个男孩，男孩名叫查理，是一名学霸。他非常痛快地承认自己昨天去过那家餐厅，并且也吃过那种高级料理，但是也表明了和富二代的关系。他声称在学校里富二代到处欺负人，包括他自己。说完，小美刚想追问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局长突然打来电话，说是已经找到了凶手。原来富二代学校里的维修工已经失踪了2天，警方在他的仓库里发现了2种毛发，和死者身上的完全一致，并且还在冰柜里发现了死者被砍下来的手指。看来维修工就是此案的真正凶手。可是小美却不这样认为，维修工的房间邋遢不堪，东西也摆放的杂乱无比，他根本就没有凶手的那份细心和心思缜密。说完，小美去到隔壁车库进行调查，可刚走到门口就听到一声异响，随后她进去查看，结果被吓了一大跳。小美被狒狒咬伤手臂，住进了医院，这下总算知道死者身上的狒毛是怎么来的了。紧接着局长就下达了通缉令，要求全力追捕维修工。然而另一边，真凶正在干什么呢？学霸找到富二代，声称警察已经找过自己，好像查到了什么。富二代表示，咱俩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事的，正想和他商量对策，可没想到学霸说了一句还有急事就转身离开了这里。
富二代一路跟踪着他，结果发现这家伙的急事是来谈情说爱。转眼间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富二代来找学霸，并给了他一卷录像带。学霸打开一看，结果发现这里面是富二代和自己女友在地下室拍的羞羞视频。看到视频，学霸都快气炸了。然而这时富二代又打来电话，声称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，赶紧先想对策，不然我俩都得完蛋。原来维修工平时在学校里就有小偷小摸的习惯，于是那天他看到警察来学校调查之后，就跑到某个地方躲了起来。学霸和富二代也趁此机会将这一切嫁祸给了维修工，在他的仓库放下和死者身上一样的2种毛发，并把砍下来的手指也放在了他的冰柜里。就这样，两人偷天换日，将维修工变成了此案的凶手。现在他们的对策就是杀掉维修工灭口。作案完成后，警方很快就发现了维修工的尸体，随后维修工被认定为是自杀，并且马上就要宣布结案。但是小美却始终坚持凶手就是富二代和学霸。她偷偷来到学霸家翻垃圾桶，想要跟案发现场的呕吐物做比对，接着又跟踪着两人。经过不断的调查，还真被他发现了不对劲，这是一起高智商完美犯罪，就是因为他太过于完美，最后才被警方抓住了破绽。经过不断的调查，小美发现死者的死亡时间和他家破碎钟表上的时间完全一致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时间一致，那就说明凶手应该是使用钟表作为凶器，但是破碎的钟表上面却没有一点死者的血迹。顿时小美意识到，死者的家也不是案发第一现场，钟表上的时间应该是凶手绑走死者时故意摔坏并伪造的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小美再次来到死者家，看到花园里的定时洒水系统，她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。还记得死者家那一连串沾满泥巴的脚印吗？当时还在奇怪，这么干的天怎么会有这样的脚印？原来每天下午的3点半，死者家的定时洒水系统会自动喷水，凶手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进入房间绑走的死者，所以才会在死者的卧室留下泥巴脚印。最后凶手离开前还将房间伪造成了案发第一现场，以此来误导警方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小美将这一切告诉了局长，随后画面转过，警方抓捕了学霸和富二代。在审讯过程中，小美还原了两人的犯罪过程。案发当天的3点半，富二代绑走死者，然后把死者家伪造成案发第一现场，假装死者是在晚上的9点26分在自己的家中遇害的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富二代又偷偷将死者藏到自己家中的地下室里。到了晚上的9点左右，富二代跑去地下室杀害了死者，给自己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最后杀完人，他让学霸去抛尸。真相就是这样，尸体表面的螺丝刀伤口是学霸留下的，因为他害怕遇害者没有死透，于是胡乱捅了几下。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尸体，没忍住吐了出来。面对警方的推理，两人不以为然，什么都不说。助手只好选择其中一人准备炸他，于是选了急躁的富二代。助手表示，学霸已经把所有的犯罪过程都招了，他说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。听完此话，富二代果然中招，刚想坦白，这时辩护律师走了进来，两人被带出了警局。离开时，富二代死死地盯着学霸。转眼间到了晚上，富二代把学霸约了出来。原来两人商量好了一起设计完美犯罪，如果这一切被警方识破，那么他们要一起开枪自尽。然而正准备开枪时，两人都留了一手。学霸这一枪打向了空气，富二代虽然也扣动了扳机，但是他的弹夹是空的。他想在学霸死后将这一切都嫁祸给他。然而就在两人争论之时，突然小美冲了进来。学霸同意坦白，放下枪就走了过来。可没想到下一秒富二代就拿起枪对准了小美，还好学霸替他挡下了子弹。随后小美追了上去，不料被富二代埋伏，掐住脖子按在了悬崖边的栅栏上。小美被死死掐住，动弹不得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踹断护栏，然后反手一拽，将富二代推下了悬崖。就这样，富二代被摔成了一滩肉泥。最后学霸也承认了所有的一切，他声称犯罪过程就是小美推理的那样，人是富二代杀的，自己只负责抛尸。就这样，案子终于告破。原以为一切都已结束，然而就在这时，最强反转来了。小美看着自己脖子上的印记，瞬间想到了什么，她让助手悄悄在自己的耳边随便说几句话，装作有重大发现。随后助手真的胡乱说了几句，小美故作惊讶地说，什么啊，他们在地下室找到了一卷录像带。说完，学霸慌慌张张地询问遇到了什么问题。小美表示，刚才警方查到富二代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针孔摄像头，并找到了多卷录像带。他们声称其中一卷上面标注着凶手杀人的全过程，应该是凶手在地下室杀害女孩，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。接着小美继续说道，录像带已经被送去了鉴定科检查，警方还没来得及查看，不过马上就能知道结果。说完，学霸想起富二代拿给自己的那卷录像带，瞬间他心如死灰，最终承认了这一切。原来他才是这起谋杀案的主谋，人是他杀的，完美犯罪也是他一个人设计的，并且从一开始他就计划好了要利用富二代，让富二代成为自己的替罪羊。他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犯罪，于是在抛尸现场故意留下呕吐物，
并且故意在富二代的身旁放下还有1颗子弹的手枪。他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让自己从主犯变成从犯，最终全身而退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可是小美她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刚刚富二代死死掐住她脖子的时候，富二代手上的戒指让他的脖子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记，而这个印记呢，在死者的脖子上却没有，所以他才怀疑到了学霸的头上。好了，真凶被抓到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非常精彩的悬疑片，最后的反转真的没有想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